公元1799年，乾隆驾崩后的15天，嘉庆皇帝赐和珅自尽。在抄和珅家的时候，查出白银8亿两，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5年的收入。和珅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之一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古代的贪官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第一位，东汉梁冀。梁冀是东汉顺帝大将军梁商的儿子，他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。作为外戚，贪污受贿那不就来了。在汉冲帝死后，他就立了汉质帝刘赞。因为汉质帝当着大臣们的面说梁冀坏话，梁冀就把质帝毒死了。他都能毒杀皇帝了，那大臣不就和砧板上的肉一样？官员想升官都要先去找他谢恩。除了卖官以外，他还会派遣手下去各个地方上收集当地富豪的信息。有次他找到一个吝啬的富豪，要用4匹马找他借5000万钱。那富豪不知道梁冀的理由，就只给了梁冀2000万钱。梁冀大怒，找了个理由给富豪一个罪名，在牢里打死了，把富豪的财产全部没收了。每年各地方上贡的东西都是把最上等的给梁冀，梁冀选剩下的再给皇帝。除了卖官、搜刮、贪污受贿以外，他还置办了很多的地产，搞得都和皇家园林一样。在梁冀被干掉后，查抄出来的财产让汉桓帝减免了当时东汉百姓半年的税。第二位，西晋石崇。石崇的致富之道和别的贪官有些不一样，他是通过抢劫富人致富的。在朝中担任高官的人居然再回去抢劫。在石崇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，他就是通过抢劫来往的富商，也就是靠这个，他才能在和王凯的斗富比赛中取得胜利。两人刚开始就用一些当时的奢侈品比，什么用糖水洗锅，把蜡烛当柴烧，最出名的还是两人斗珊瑚。晋武帝为了帮助王凯取得胜利，就赐给了他一珊瑚树。石崇左看看右看看，就用手里的铁如意把珊瑚树敲碎了。王凯先是惋惜这么好的宝贝，然后就对着石崇发怒了。石崇就对他说，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，便叫手下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搬了出来，每一个都比王凯拿出来的要好看。在晋书中记载，王凯的家里财产富积，世宇宏丽，后房柏树皆叶直秀，而金翠，丝竹尽当时之选，袍扇穷水陆之珍。不过也因为他钱太多，在八王之乱中全家都被干掉了。第三位，唐李义府。李义府比起石崇就贪得比较普通了。在朝中身居高位的时候，他是通过卖官来积攒财富的。他原本就是李治的属官，在唐高宗面对废王李武犹豫的时候，他就跳出来支持废王李武。也是因为这，在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，他就开始和一些官员狼狈为奸，围杀忠臣，他也因此被封为宰相。之后他就利用自己的职位，把亲戚朋友全部都拉了上去，和妻子女婿一起在朝中买官卖官，把自己的心腹全都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。在旧唐书中记载，他是貌壮温公，与人语必悉以微笑，而偏忌阴贼，计处权要，遇人负己，威武义者则加轻限。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，又以其柔而害物，亦谓之礼猫。第四位，宋朝朱冕。方腊起义说到底还是因为他。说到朱冕，那就要提起带他上道的蔡京。蔡京有文化有本事那是真的，但他贪得无厌也是真的。不少官员都是通过他才能走上北宋的朝堂，而且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要，自己在朝廷不光俸禄要多一份，其他生活保障也要。方腊起义这件事也是因为他的贪间接造成的。朱冕还有他的父亲都是通过蔡京才走向官场的，两人是因为蔡京吩咐童贯给两人搞的假军籍，冒军功当上的官。蔡京看见宋徽宗喜欢摆弄奇异花石，就给这两父子指明了道路。两人也因为花石纲工作干得好，一步步高升。之后就是利用特权疯狂的搜刮，搞得东南百姓民不聊生，然后就有了方腊起义讨伐朱冕。第五位，明朝王振。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，因为他的主子是明英宗朱祁镇。王振在入宫后深得明宣宗朱瞻基的喜爱，因为他干事得力，朱瞻基就把王振放在了还是太子的朱祁镇身边。朱瞻基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主仆二人会给大明江山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朱瞻基病死后，朱祁镇继位，朝内有三杨和太皇太后辅政，王振还不敢干预政事。
在太皇太后和三阳相继去世后，他就凭着和朱祁镇的关系，在朝中收受贿赂，作威作福，朝中大臣都对他毕恭毕敬的，只要没有给他好处或者对他不尊敬的，就会遭到他的迫害。后来瓦剌攻打明朝，他又教唆朱祁镇御驾亲征，也就算了，他还瞎指挥，造成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。第6位还是明朝大宦官刘瑾。刘瑾原本不姓刘，是因为依附宦官刘顺才改的姓，后来被派去侍奉太子朱厚照。在朱厚照继位后，和另外7个太监变着法子的讨朱厚照开心，这8个人也被称为八虎。刘瑾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，他还经常引诱朱厚照出宫游玩，和他讲外边多好玩多好玩。因此刘瑾在朱厚照身边深得信任和喜爱。在以朱厚照的名义置办土地财产的时候，他也会去搞自己的那一份，像什么置办黄庄、豹庄、各种各样的动物园。他还劝朱厚照下令把各省省库的金银全部都送到京城来，他从其中获得了大量的银两。什么买官卖官、受贿索贿，在他这儿都是小意思。但在他和朝堂上的大臣斗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八虎之一的太监张勇把他给举报了，在朱厚照面前列举了他17条罪状。在第2天，朱厚照亲自出马去抄了刘瑾的家，毕竟这么好玩的事儿，少了谁都不会少了朱厚照。刘瑾家中除了搜出100万两的金银外，还有伪造的玉玺、玉带和一些皇帝用的东西，还在刘瑾经常用的扇子发现了2把匕首。武宗大怒，下诏凌迟处死。第7位还是明朝严嵩。严嵩年轻时也是胸怀大志，要做一个国家栋梁，但是环境不允许呀。在刘瑾及其党羽被灭后，严嵩就在翰林院中当职。后来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上台了，这个时候的嘉靖还不是个老道士，也是一个想要有一番大作为的皇帝。在登基后，他也的确做到了，可能是他感觉干得太轻松了，于是就懈怠了，迷上了修道炼丹，对朝政漠不关心，所有事情都交给手下人解决。严嵩在这个时候通过拼命讨好宠臣夏言上位。后来虽然夏言被革职，但是严嵩却加封少保、太子少保，进入了内阁，因为他懂得讨皇帝开心。在严嵩羽翼丰满后，就开始打压朝中和自己相悖的臣子，特别是夏言一众反对嘉靖皇帝修道的，再往后就是一边疯狂的讨好皇帝，再利用皇帝打压其他臣子，无论花多大的价钱，他都会去完成嘉靖皇帝的吩咐。朝野内外全部都认为，只有把皇帝哄开心，自己才能好过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就是海瑞那个铁脑壳，在讨好皇帝的同时，严嵩还会从其中捞取些自己的利益。其实嘉靖朝最大的贪官是皇帝自己，严嵩父子后来因为把嘉靖得罪了，也没有好下场。第8位就是名声最大的和珅。和珅钮钴禄氏，满洲正红旗，因为聪明能干，一步步的高升，做的事儿那就太多了，为清朝廷干过不少的实事。乾隆在位时对和珅的事儿也知道些，但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他自己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，有和珅这么能干的臣子在自己手下办事儿，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嘉庆继位后，朝廷也没有乾隆那个时候那么阔绰了，又处处都需要钱，于是就把和珅家给抄了。和珅被赐死，时年49岁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